龙虎山是有名的丹霞地貌，相传东汉时期，正一教祖师张道陵曾在此地炼丹，丹成龙虎现，所以谓之龙虎山。后张天师子孙是居于此。此山有峰99个，观庙24座。林浩到达峰下时，已经是第2天的清早。他在附近的市里休息一夜，这会才上山。刚下车，便有一个年轻的道士来接他。师叔，我是奉师祖之令来此接您。听到师叔这个称呼，林浩感觉哪都不舒服，跟着来人上山。那个有多远？师叔，我叫宋忠，我们走的是小路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便能上山。林浩大概明白了，这货来接自己是真的，也是来为难自己的，肯定有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吊篮或者开车直接上山。但宋忠非要带着他爬山，就是想试试他到底行不行。林浩的好胜心也被激了起来，迈开大步，快速的往山上冲去。宋忠有些愣神，不过下一刻便紧随其后。刚开始，宋忠还只落后他1、2步，两人算是齐头并进。但走了20分钟后，宋忠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。倒不是说他原本就这样，主要还是林浩脚程太快，打乱了他原有的节奏。小宋啊，观里有多少人啊？我师父这2日在忙什么？禀师叔，观里有70多号人，师祖他。林浩心中暗乐，叫你丫的不老实，自己还没上山呢，你这货倒想着来考验我了，看我不拉爆你。小宋啊，你这体力不行，得多练。你师祖没教你拳法吗？等上山后，我教你一套降龙拳，听过吧？一拳出去，犹如数条龙在飞。林浩纯粹是扯淡，他就只会一套降龙拳，还是老道教李刚时他跟着学的。师叔，你说的是降龙18掌？哟，就你还看过武侠小说呢？这不违背教规吗？林浩故意逗着小宋说话，越说话，小宋的气息越不稳。你气息不稳，赶紧上网搜一下怎么调节吧。师叔，这就是嘎嘎扛造的高科技宝物华为 Mate 60 Pro 吗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你想要也可以去左下角免费升级参与一台。这应该很难领吧？哪难了？玩玩游戏，做任务的事儿。他那新款苹果16 Pro Max 也是左下角升级福利，轻松到手的。是啊，而且参与到的大家也都在群里晒呢。还有不？够着呢。16 Pro Max 和 Mate 60 Pro 有整整5000份，下载左下角这游戏。新活动还加了800台新款华为3折叠，先到先得。没库存了呀？还真是啊，放心，包邮的。有了，我这就去参与选个3折叠玩玩。上线别忘了把手中拿下的满街神装和极品红武带上，解锁100倍爆率、鬼服体验、挂机升级领，苹果华为超轻松的。终于到了山上，小宋差点一屁股跌坐地上。哈哈哈，来了，走，带你参观一下。老道就在道观的门口，与他站一起的还有10多人，大家都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林浩。先不管他们，我带你先转转。老道牵着他的手便往里面走，其中几个围住了小宋。你怎么办事的？不是说要你带他走小路吗？你看他上来连一滴汗都没有。小宋都快哭了，我这怂样难道你们看不出吗？倒是另一个稍老些的开始训斥。胡闹！你们就这么为难你们的师弟或师叔的？训完之后，也好奇的看向小宋。说吧，你们真从小路上来的？他叫吕浩宁，是老道的师弟，也算是这里的副住持了。是啊，小师祖，师叔的脚程太快了，他爬山就跟走在平道上一样，毫不费力气。跟着他走到一半时，我就快受不了了。看来师兄看中他，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。林浩在老道的带领下，把整个道观转了一遍。说实话，并不算大，前院是练功的地方，中间则是三清和天师法香，后院是讲经的地方。最后一排房就是众人起卧的房间，左边一排大概有个10多间，现在腾出来给林浩他们来人住的。前院大门入口的右边则是厨房，这会已经在生火做午餐，好像炖了肉，油脂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。正一教是不经荤腥不见女色的，林浩觉得这才是良心的教义。刚给你岳父行过针，他大概要在这边待15天。师傅，我的拜师礼安排在哪天？腊月初9，也就是大后天。到时附近的道观都会来人观礼。林浩无所谓，老道见他不时望向后院便道：先去见见你家人，午饭过后我再带你认识其他人。林浩应了一声，便往后院的左边房走去。先进的是老爹的房间，这里空下一张床，是留给自己的。这里的条件有限，没办法一人一间房的。爹，还习惯吗？比家里好，我这2晚睡得很踏实。要不是家里一摊子事，我还真想就留在这了。那也没必要，以后每年可以来住个1个月的，想来师傅也不会怪罪。你去和你于叔打声招呼吧。林浩出来，又进了于家父子的房间。于伐科见他进来，面上有些不自然，倒是于父笑得很爽朗。叔，在屋里待着急吧，下午我让人带我们去转转。老神仙已经交代过了，你岳丈和岳母上午都要行针，下午到时会安排人带我们出去走走。好啊，老神仙真的是神了，给我和阿珂都开了方子。林浩看向阿珂，你这是咋了？
没事。林浩狐疑，不像这货的风格呀。看向于父，于父也不说，索性又聊了一会，便去了陈东的房间。陈东跟阿和一间屋，两人居然在屋里比划着武术，讨论早晨看到小道们练功是怎么练的。无聊。接着便是陈父，他带着2个小的注意屋，这会已经行了针，正在喝茶。叔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好，松快多了。老神仙说隔1日行1次针，要行7次，我估计要待半个月呢。那咱就都在这住半个月，反正也没啥事。挨个房间转了一圈，几个女人的房间他就没进去了。他才看到陈雪和淼淼。其实道观中也有女道士的，还不少，有20来个，年轻的倒是没2个，大多年龄稍大或者就是小朋友，小小的人，穿着道袍还挺可爱的。爷爷，淼淼看到老道那叫一个亲切，上前就抱住了老道的腿，老道也很高兴，矮身就把小丫头抱了起来。来，跟爷爷坐一起。淼淼上手就要扯老道的胡子，老道也不躲不闪，只是哭丧着脸低声求着：“小乖乖，爷爷的胡子可经不起你这么扯。”一大家子人在宋忠的带领上，游览着龙虎山的风光，老道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淼淼，让他跟着一起去玩目光，送着他们离开，这才对留下的林浩道：“这小女娃跟我有缘，要不留下跟我学医吧。”林浩心思一动，按说这是淼淼的造化来着，但自己毕竟不是亲生父母。师傅，我要回去和我哥嫂商量一下。不急，等你结婚，我肯定要去的，到时我亲自和他们要人。现在尚小，还是得上学，让他寒暑2、7来山上便行。等到8岁后，我再带在身边，有个10几年的功夫，想来能传我衣钵了。师傅，其实我也颇具慧根，要不你教我？老道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轻哼一声：“你的那点灵气全部放在钻营钱财上了。”林浩很不满，自己要不钻营钱财，哪还有钱资助你们啊？走吧，带你认识一下关里的众人。说着便将他带到后院。此刻众人都在打坐，他们是没有午休一说的，反而和佛教一样，有午课和晚课。他是林浩，你们也知道了，这2个月咱关里的米粮，甚至是接济其他关的钱财，也都是他提供的。介绍的很简单，也没说什么以后要互帮互助之类的话。老道又给他介绍起旁边的人：“这是你师叔吕浩宁，这是你大师兄王家生，这是你2师兄刘金。”在影视剧和小说中，大师兄往往都是敦厚老实有担当，王家生一看也是这么个性子，倒是2师兄眼珠滴溜溜的转着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好了，你们要相亲相爱，阿浩，你就和他们聊一会，我还有事。老道说着便走了。